大家好，我是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的阿远。今天我们来谈谈一个有趣的话题：我们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吗？这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哲学家、科学家，甚至是电影制片人们的研究对象。我们都知道，在电影《黑客帝国》的未来世界中，人工智能网络统治了地球，人类被安排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虚拟世界里，就像游戏中的人物生活在电脑中一样。生活在虚拟世界中的人类，尽管自我感觉有肉体、有意识，但其实这一切都不过是人工智能的模拟，是程序运行的结果。所有人根本不知道，在自己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真实的人工智能所在的世界。那么我们的世界是真实的吗？大家一起来看下面的例子：缸中之脑。1981年，美国哲学思想家希拉里·普特南在他的一本书中阐述了一个关于缸中之脑的假想。一个人被邪恶科学家施行了手术，他的大脑被放进一个盛有维持大脑存活的营养液的缸中，大脑的神经末梢连接在电脑上，这台电脑按照程序向脑传送信息，包括嗅觉、触觉、视觉等信号，完美模拟出一个人生活中接收到的各种信号。那么缸中的大脑仍然会认为自己生活在现实世界里，永远无法知晓其实他生活在电脑制造的虚拟世界里。反观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有的感受其实都来自于大脑接收到的各种外部信息，各种电信号。谁能否定我们不过就是缸中之脑呢？在现实生活中，虚拟现实技术已经越来越普及，现在的 VR 眼镜已经可以让我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一个虚拟的世界。所以有些人认为，我们生活的这个现实世界也有可能只是一个虚拟现实。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基础概念。虚拟现实技术是利用计算机模拟出一个虚拟的环境，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官，让使用者感受到身临其境的效果。而模拟出一个和真实世界一模一样的虚拟世界，是需要极大的计算能力和技术支持的。2001年，美国一位科学家就做过估算，搭建一个完美无缺、精准到原子的模拟宇宙，需要耗费的能量会大于宇宙的总能量。模拟现实世界的计算机必须比我们的宇宙还要大，所以他最后下结论，没有一个高级的智慧生命会愚蠢到花费力气来做这样的模拟。但是如果将模拟限制在一定程度上，适当简化模拟和参数，那么消耗的能量就会少得多。这样的模拟应该是可行的。这类简化在电脑游戏并不少见，比如你进入一个新的游戏地图之前，里面的怪是不存在的，当你进入到这个地区去观察，系统才开始加载出来各种信息，并立即随机生成各种怪物、宝箱、掉落物品等等。类比我们这个世界，例如薛定谔的猫、电子的双缝实验等，只要没有观察者就处于叠加态，一旦进行观察就坍缩成一种结果。我们这个虚拟世界的第一个原则，不被观察的物体就不存在实例。第二个问题是光速无法超越和为什么量子纠缠的信息传递速度可以超过光速。如果从虚拟系统的角度来理解就简单多了。虚拟系统服务器性能不是无限的，为了避免系统过载，程序员设置了一个速度上限，就是光速。任何接近光速移动的物体，由于虚拟系统处理速度几乎达到极值，只能降低处理速度，于是就出现了时间变慢的现象。至于信息的瞬时传递，在虚拟系统里就不是问题，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函数运算就可以搞定。所以我们这个虚拟世界的第二个原则是，一切为了不过载，所有可观察的现象都受到光速和光速不可超越限制，不影响系统渲染的信息传递过程，可以瞬时计算。那么如果我们的世界是虚拟的，是一个程序，又是谁或者设计的这个程序呢？我们无法得知，很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就像电脑中的游戏人物，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知道是人类设计了他们的世界，他们永远也无法想象我们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考虑到现在的电脑，程序员凭借非物质的程序代码，设立几条简单的规则，就能造出一个生龙活虎的虚拟世界，那谁也禁不住要做这样的胡思乱想。难道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是一个大程序员？
难道我们所谓的现实世界不过是上帝的虚拟？科学家们早已感到，无论科学怎么发达，都无法解决一些有关宇宙世界的终极问题。而一旦假设我们的世界是一个虚拟世界，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例如宇宙大爆炸学说，为什么宇宙诞生于这么一场爆炸？大爆炸之前宇宙又是什么样子的？要是有人告诉你我们这个世界是虚拟的，那事情似乎就都好理解多了。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场爆炸？那是因为那个创造了虚拟世界的大程序员设置成这样的。大爆炸之前宇宙又是什么样子的？这个问题就好比电脑游戏里的一个人物问，在玩游戏前电脑桌面是什么样子的？这种问题也只有那个大程序员才能回答。还有为什么所有的物理常数包括光速、万有引力常数、精细结构常数等是现在的值？我们也可用虚拟世界假说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那个大程序员在调试程序的时候，他觉只有当把那些物理常数设成现在那些值，才能产生一个有生命的宇宙。于是在模拟的时候就采用了那些值。总之，我们这个世界真的有可能是模拟的。正如马斯克所说，我们生活在真实世界的概率只有10亿分之一。不过无论这个说法是否属实，我们仍然应该好好的享受生活。生命是短暂的，每一天都应该被珍惜和充实。无论是在真实世界还是虚拟世界中，我们都应该尽可能的体验生活中的美好和快乐。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若您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哦。新知识正在来的路上，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谢谢您的支持。